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年势如破竹，临江仙领衔，3剧连霸荧屏。白鹿在2025年的事业表现确实堪称现象级，其主演的《临江仙》热度破万，商业代言与国民度同步攀升，印证了其作为扛剧女王的市场号召力。结合行业数据与争议焦点，可从以下维度全面解析它的爆发之年。影视成就，3部破万剧奠定扛剧女王地位。《临江仙》的里程碑意义。该剧于2025年6月15日爱奇艺站内热度突破1万，成为白鹿个人第3部破万剧，前2部分别为《长月烬明》《宁安如梦》，也是爱奇艺首位拥有2部一番破万剧的女演员，刷新平台纪录。开播数据狂飙，首播2小时热度破6000，3天破9500，单日播放量4700万，弹幕互动量破亿，云和市占率达21.9%，角色热度贡献值超2亿。李清月角色热度超越同期爆款剧《一念关山》《淮水竹亭》的多个经典角色。争议与数据真实性，部分观众质疑热度涨幅异常，对比狂飙及均播放2亿，热度破万耗时4天，《临江仙》及均仅4000万，却仅用3天破万，被指数据灌水。编剧于正承认仅完成25集，后续未播及分摊播放量的操作引发众怒，豆瓣1星差评刷屏，水后争议登热搜。演技与角色突破，颠覆性表演引发2极评价。高光演技的出圈时刻，剧中石安之死的哭戏成为名场面，白鹿通过肌肉痉挛、窒息式呼吸等生理细节及原声台词感染力，带动相关片段抖音播放量破3亿，被业内评价细节把控媲美话剧水准。角色塑造创新，打破仙侠剧套路，演绎从天真神尊到复仇者的复杂转变。红嫁衣与白绫的视觉符号强化悲剧宿命感，杀夫正道神魔辩论等桥段引发热议。演技争议与短板暴露，部分观众批评其表演撅嘴瞪眼装无辜，重生戏张力不足，对比同剧演员和瑞贤的成熟表现更显稚嫩。豆瓣评分仅4.8分，特效粗糙，剧情逻辑漏洞如假发太白及虐恋套路化，拖累整体口碑。商业价值，高奢与国民品牌双线加持，代言版图扩张。Jimmy Choo 高端鞋履品牌合作，巩固其时尚影响力，扛剧能力带动商业溢价。临江仙播放期间，单日角色氪金额突破2亿元，粉丝通过多设备挂播、弹幕互动等助力数据飙升，印证其人台剧的粉丝经济效应。作为90后头部小花，其流量与实力并存的标签受主流媒体认可，戏路从仙侠到现实题材如北上持续拓宽。行业影响，争议背后的市场逻辑，热度算法的信任危机。临江仙的破万神话暴露平台热度规则漏洞，爱奇艺热度计算公式综合弹幕、拉新率等指标与播放量脱钩，引发公信力质疑。同期无忧度单日播放破亿未破万的数据对比更凸显矛盾，观众审美与资本博弈。尽管存在注水争议，但剧集在大女主复仇线伦理梗等创新叙事上的尝试，仍折射仙侠题材求变需求。白鹿的号召力成为资本压住的关键，其个人热度贡献值占剧集总热度的核心比例，形成剧靠人带的行业新样本。未来展望，突破瓶颈方能长久领跑。白鹿的2025年高光伴随隐忧，演技模式化争议需通过角色多样性破除，如白月泛星带播剧的玄幻尝试；数据真实性质疑则需团队与平台更透明化运营。若能在商业价值飙升期沉淀演技、精选剧本，其人台剧的号召力或可转化为持续的职业生命力。正如《临江仙》中李清月的台词：“
宿命由刀锋改写，白鹿的进阶之路，亦须以实力为刃，剖开流量迷雾。2. 火爆出圈，临江仙城暑期档新晋顶流。在仙侠剧的漫漫星河中，热播剧《临江仙》以其独树一帜的剧情设定与情感脉络，迅速抓住观众眼球，在今年暑期档掀起了一场全民追剧热潮。剧集在爱奇艺站内内容热度值突破1万，并霸榜灯塔、云和、猫眼、德塔文、易安、Blinkage、孤朵等多个数据榜单 TO 第一。云和最高是占达24%，成为当下极具影响力的国民古装剧。从热搜到热榜，从二创剪辑到笔记安利，没有3生3世，只有3婚3离。以为是古偶仙侠，结果是离婚大战仙侠版再见爱人来了等相关话题席卷各大社交平台，而网友们也纷纷化身自来水，自发造梗、玩梗、催更，掀起一场全民沉浸式追剧狂欢。该剧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现象级爆款，全网玩梗，纯恨风出圈。红盖头还没捂热就拔刀相向月老牵的不是红线是钢丝。一乐一个血印子建议这对夫妻直接上再见爱人仙侠特辑。在社交平台上，网友们的玩梗热情被临江仙彻底点燃，让该剧成为近期影视剧市场中又一惊喜破圈之作。剧中花如月白鹿氏与白九思曾顺西氏在3结3离的婚姻拉锯中，上演了一场极致爱恨拉扯的故事。这对纯恨夫妇以反套路故事，轻型理性人设打破常规的情感描述，呈现情感背后复杂而真实的内心世界，引发观众共鸣感持续上升。伴随着大婚夜反目成仇、石安离世等高能名场面出现，花如月经历3次丧子之痛，白九思的聘礼是他的命吗？等话题频繁登上热搜。在抖音平台上，临江仙主话题相关视频播放量达79.4亿，其中网友模仿花如月被封印法力、我和你曾有过一个孩子等剧情的创意视频层出不穷，点赞量超10万加。全民参与的互动热潮，不仅让临江仙的话题热度持续攀升，更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纯恨夫妇热议现象。在以往仙侠故事中，情感线往往遵循着既定的模式，要么是甜宠到底，要么是虐恋情深。然而临江仙却大胆创新，通过花如月与白九思的3次婚姻与分离，深刻诠释了恨为爱之极，颠覆了观众对仙侠爱情的固有认知。剧中的每一段婚姻都不是简单的重复，而是情感递进与命运抗争的体现，为整个故事注入了强烈的戏剧张力，众多观众直呼上头。对此，有网友评论，以为是俗套的仙侠爱情，结果是成年人的爱情修罗场，每一次决裂都真实的让人窒息。这种反套路的情感叙事，精准戳中当代观众对非悬浮爱情的需求，成功开辟仙侠剧叙事新赛道。网友上头局中局，话题持续热议。原来被做局的是我临江仙，到底谁在做局啊？建议全体剧粉成立破案小组。随着剧情推进，临江仙的局中局叙事让全网开启沉浸式追剧与探案模式。剧中李清月花如月一体两面低白切黑反转，林凡和石化夫妇身处幻境的真相揭露，以及隐藏在幕后的神秘大 boss， 让每一集都充满悬念。该剧人物角色也并非非黑即白的简单设定，而是充满人性的复杂与矛盾，展现复杂内心与成长弧光，呈现立体化、层次化与成长型的整体特征。白鹿一人分饰两角，将角色性格差异诠释得淋漓尽致。小号李清月是静云宗憨憨的废柴小师妹，乐观单纯，天真烂漫；而大号花如月爱恨分明，直接在婚礼现场上演先吻后刀，眼神中满是决绝与狠戾，尽显其被命运捉弄后的绝望。白九思同样复杂，身为大成玄尊，外表清冷孤绝，实则暗藏城府，挚爱一人。
对花如月李清月，他的情感在爱与愧疚间拉扯，看似冷酷无情地伤害对方，却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关心。这种矛盾行为让人物充满层次感。剧中男女主都不是单纯为爱情牺牲一切的符号化人物，有自己的立场和追求。这种成年人之间对等、理性的感情博弈，正好契合了现代人的情感观，与当代受众实现情感同频。不仅主角人设充满反转，配角们也贡献了意想不到的惊喜。表面深情的张酸师兄被质疑是幕后黑手，张酸你骗我好苦成热梗，看似爱慕白酒司的樊灵儿，实则暗藏身份秘密。仙侠剧里搞谍战的反差设定引发热议。这种全圆千层饼的人物塑造，配合插叙、倒叙、时空回溯等叙事手法，巧妙形成局中局的悬疑风格，让观众始终保持高度紧张，沉浸于剧情之中，开启陪伴式追剧。社交平台上话题讨论与剧集实现了实时同步。弹幕破亿，激发深度共情。该剧上线9天，弹幕总互动量破1亿。仙侠剧里的爱情观点燃了观众对剧中情感理解的分享热情。原来神仙也会为爱情发疯，花如月的清醒发言狠狠共情了白酒司的无奈，让我看到成年人的困境等热议刷屏。临江仙对爱情、命运与苍生的探讨，与观众完成了深度情感链接。剧中花如月与白酒司的爱情不再是为了爱情放弃一切的理想化叙事，而是在个人情感与苍生大义间反复挣扎。他们的每一次抉择都映射出现实中人们面临的困境与无奈。在弑杀汉龙一战中，为拯救苍生，花如月与白酒司牺牲自我改变命运，展现出超越个人小爱、胸怀天下的大义。当其他仙侠剧还在聚焦神仙谈恋爱时，临江仙通过人神纠葛、神仙动凡心的设定，将故事升华为对人性、责任与救赎的思考。剧中神仙会因立场不同成为怨偶，会为凡人的生老病死揪心。这种神性与人性的碰撞，赋予剧集厚重的人文内涵。有观众留言，这不是一部简单的仙侠剧，而是用奇幻故事照进现实人生，让人看到爱情与理想的重量。从全民玩梗狂欢到沉浸式追剧，从反套路叙事到深度情感共鸣，临江仙用创新打破仙侠剧的创作瓶颈，为行业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。当越来越多观众厌倦工业糖精与套路化剧情，这部剧证明，唯有扎根现实情感，创新叙事表达，才能在仙侠剧红海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灵脉。而这场由临江仙掀起的追剧热潮，或许只是仙侠剧变革的开始。